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 Enzo。接下来介绍呢，就是刚刚才发表的重磅登场 Sigma 28105 f2.8 DGDN Art。这颗镜头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啦，就是大家已经算是有传言有一小阵子了，就是终于登场了。那这颗镜头历史意义呢，其实还蛮大的，因为它是标准焦段做到了更长，然后把它变成了 f2.8。那有些人可能会说 ，Canon 不是有2105 f2.8 吗？对，但是 Canon 的 RF 口跟 Sony E 口呢，其实是互相不能转接的，所以把两颗拿来比较呢，是有一点小小的没有意义。除非 Sigma 之后呢，把这颗镜头出成 RF 的版本。所以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呢，主要还是要聊一下说这颗 Sigma 28105 f2.8 的表现到底怎么样。我可以说，如果你还没购买标准焦段的 f2.8 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镜头呢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那看完以上的实拍觉得不错的话呢，欢迎帮影片点个喜欢，还有下面现在有个热推功能，帮我点个热推，让更多人知道这颗镜头现在终于登场了。那这颗镜头现在就在我的手上啦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那这是上遮光罩的样子啦，所以整体来说呢，看起来会比较大。那我们先讲第一个最大的重点，就是这颗镜头的重量表现怎么样。那这颗镜头的重量呢是990克，它压在了1公斤以内。我不会说它是一颗轻的镜头，但是以这个焦段来说，我觉得它算是一颗轻的镜头。以目前来说啦，因为它也没有任何的对手嘛，所以这颗镜头你可以说它重，你也可以说它轻。但是以我们对于摄影的角度来说，这个焦段、这个光圈呢，其实这个重量呢算是轻的哦。口径呢是 82mm， 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。然后该有的按键配置呢都有，2个自定按钮、对焦切换、变焦锁，然后接下来还有光圈环跟它的一些功能。那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，这颗镜头的外观材质呢终于换了，它换上了跟相机一样的那个有点粗糙的感觉，整体摸起来呢更为的专业，而且不会像之前一样有镜面的部分会非常的沾指纹哦。所以这外观材质跟动呢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哦。广角端的镜身长度呢是 195mm， 望远端的话长度是 221mm。然后我自己测试啊，这颗镜头的重心呢大概是在它的中间，就算你变到广角端呢，也不会相当的垂头，所以我觉得这颗镜头重心控制呢算是还 OK。但重申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说这是一颗轻的镜头，这绝对算是一颗比2470还要再重的镜头啦。只是以这个焦段来说，目前真的没有对手。那我们呢，直接来进入正题，就是这一颗镜头的画质表现还有众多实测到底怎么样？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变形的部分。当然，我们可以电子校正回来，所以目前来讲变形问题，其实我觉得都算是还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广角端，我们配上 A7R5， 中央画质的部分呢，放大看表现呢其实很不错，但是因为是61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，放到非常大的时候呢，其实看得出来 F4 跟 5.6 的表现会更好。在 F11 左右的时候呢，开始下滑，所以这边建议呢使用到 F11 就好了。边角画质反倒蛮意外的哦 ，F2.8 到 5.6 的表现呢都差不多，大概在8跟11的时候呢表现最好。那我特别测试一下70端哦，因为2470就是70端嘛。那中央画质的话 2.8 跟4还算是有小小的差距，但是4跟 5.6 的差距呢基本上是没有，16跟22呢才明显的下降哦。那边角部分的话呢，画质算是还蛮分明的，大概就是8到11的时候最好，而且16比 2.8 还要好，22呢才有明显的下降。最后我们来到105端，就这颗镜头的望远端啦。中央画质差距的话呢，比刚刚70端还要更小，大概4到 5.6 呢是最佳的画质，但是 2.8 的表现也算是 OK。说下去的话呢，大概22才是完全不可用的等级哦。边角部分的话呢 ，2.8 到8表现都差不多，11的话呢算是最好。
这个镜头最重要的地方呢，我觉得还在于大变焦范围的恒定光圈 2.8 哦。上面这些画质测试呢，我使用的是最高画素6000万画素的机种啦，而且大多数人呢都是使用3000万画素以下，所以我觉得这颗镜头在 2.8 的情况下，通常都算是工作光圈啦。但如果你真的要追求这颗镜头的画质极致的话，我这边会建议大概缩到4或 5.6 或者8，表现呢会更为的好一点哦。这次测试呢，我也配上 A7IV， 然后配上3300万的画素呢，其实这颗镜头在 2.8 的时候呢，锐利度呢是非常足够的哦，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哦。虽然这颗镜头的画质表现没有像上次那一颗2845 1.8一样那么的暴力，但我觉得这颗镜头最大的重点就是前面讲过的，还在于它的超大范围的 2.8 啦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呢是闪景方面哦，我们来跟2470 GN2 做对比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发色，其实差异呢好像没有像之前一样那么的明显啦。那后面闪景方面呢，在一般的环境下，两者呢算是很相近的，但在比较逆光的树荫下呢，感受出来 Sigma 这颗镜头的圈圈比较明显，也就是所谓的二线性呢比较明显一点点咯。但闪景呢当然是个人喜好，那我自己呢算是还蛮喜欢这种有一点点二线性的闪景哦。在现代镜头来说的话呢，我觉得反倒算是一点点特色哦。那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惊艳的地方，就是呼吸效应的控制。这颗镜头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呼吸效应，所以就算你不支援机身的呼吸效应补偿，我觉得这颗镜头在录影上呢，还是不会给你造成什么太大的困扰哦。然后这颗镜头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哦，就是说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40公分，它在28端跟105端都是40公分哦，而且整体画质表现是好的，所以在105端拥有40公分的特写距离的时候呢，算是蛮好的去拍摄这些小的商品啦。我觉得让这颗镜头的泛用性更高了。还有一个蛮大重点就是说，在录影快速变焦的时候呢，并不会出现任何失焦的感觉，所以这颗镜头也有一点点 parafocal 的感觉哦。抗耀光方面呢，广角端表现不错，几乎只有一点点光点，相比2470 GN2 呢更少。但望远端的话呢，会有这个小的彩虹光斑，所以如果望远端拍摄的时候呢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虽然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酷的啦。那星芒方面，我觉得缩到11左右呢就还不错，然后追求锐利的星芒的话呢，可以缩到 F22 咯。最大速度我测试下来呢，基本上就是 Sigma R 系列的水准啦，速度呢非常的快，整体准度测试下来呢也很高哦。这里补充一个小知识哦，有时候你对不到焦，蛮高的几率呢其实是机身的问题会大过镜头的问题，因为现代镜头的对焦速度呢其实表现都还不错，所以更多时候呢是机身没有办法正确的抓得到，因为镜头马达已经够快，但准不准呢是靠你的机身哦，这个观念一定要有。所以就算你今天买了很新的镜头，配上很旧的机身，那很有可能你还是容易拍出不准焦的照片哦。这颗镜头绝对是一颗划时代的镜头，前阵子推出了2845 f1.8，那现在又推出了28105 f2.8，所以让 Sony 用户还有 L-mount 用户呢都有非常好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到目前最新科技的变焦镜哦。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镜头呢？我觉得第一种人就是所谓的摄影工作者，你不管是动静态，我觉得这个镜头呢都相当的适合哦。尤其是动态，假如我配上 A7IV 的话，我可以使用 APS-C 裁切达到150mm 左右的等效焦距，等于就是说我拥有了28到150的F2.8，如果在录影上面的话呢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啦。再第二种最适合的人呢，就是所谓的人像摄影师，因为这颗镜头呢涵盖了非常多很好的焦段，就是28、35、50、85，再到105，全部都在这颗镜头里面。所以拍人像的你的话，可以考虑一颗镜头抵全部，就不用在外面一直换镜头了这样。如果 2.8 的光圈呢可以符合你的要求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镜头呢算是一镜抵5镜左右，非常的棒。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，跟Tamron的3510比起来，要怎么去做选择哦？那我觉得这两颗镜头呢，其实真的有一点像，但是又有一点不像，因为这一颗呢是28起跳，28起跳跟35起跳呢，多少在工作上呢会有蛮明显的差距啦。这两颗镜头都是好镜头，但3510的话呢，拿起来绝对会比它还要重手蛮多的，因为那颗镜头的重心呢偏前还蛮严重的哦。所以如果你这两颗镜头在选的话呢，我觉得3510你可以先去租看，使用看看它的重手程度，然后之后呢，如果 Sigma 的展示有展示这颗镜头的话呢，再体验一下这颗镜头拿起来的感受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哦。但以我立场来说，我觉得这两颗镜头呢算是不太一样的镜头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。如果你对这颗镜头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都一一回答给各位哦。我是兴趣展的摄影先走，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